我是花式文里的女配，而我的师尊是被拉下神坛的高岭之花。我穿来时，故事已经过去了3年。师尊躺在一张破草席上，被人肆意凌辱，浑身狼藉。他艰难地动了动手指，勾住了我的衣角。啦啦，为什么仙人会不死不灭呢？我颤抖着手指，合上了师尊的眼睛。再次醒来，我重生回了3年前。大师兄正将一碗加了料的药递到师尊面前，这是故事的开始，也是师尊噩梦的开端。我双目赤红，一掌劈翻了那碗药，剑气重伤了大师兄。滚！狼心狗肺的畜生，你根本不配做他的弟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找到师尊的时候，师尊正躺在一张破旧的草席里，屋子里只有一扇小窗，透出微弱的光来，照亮了地上各种形状怪异的刑具。地面上、草席上、墙壁上都有数不清的污垢，难闻的气味吸引了不少飞虫，扑扇着翅膀围绕着草席中央那人。师尊平日里是最爱干净的，但是此刻他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蜷缩在那张草席里，连呼吸都是微弱的。师尊身上一片狼藉，体无完肤，鞭伤、剑伤，甚至还有一个刺眼的奴字印在了他额头。师尊，我颤抖着声音开口，跪倒在师尊身边。我来晚了。师尊狭长的睫毛颤了颤，那双雪月似的眼睛早已失去了神采，只剩一片灰暗。啦啦，他的手腕被2节锁魂钉钉在地面上，血肉模糊。师尊将脏污的手指在地面上蹭了蹭，似乎想擦干净再来碰我，却怎么也擦不干净了。我真气一凝，用剑断了那2颗锁魂钉，将师尊血肉模糊的双手拢进怀里。这双手骨节分明，白皙修长，曾摸过我的头顶，也曾传授给我剑法，可现在却像是折翼的蝴蝶，苍白地坠落下来。我会带你出去的，师尊。师尊却缓慢地摇了摇头，他艰难地伸出手指，勾住了我的衣袖，声音轻而温柔。啦啦，为什么仙人会不死不灭呢？自古仙人长生，无论受到什么致命伤害，都能快速自愈。那群畜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对师尊百般折辱。师尊他已经没有求生的念头了。谁说不会？我强行挤出一个笑来。在进入世界前，我拿全部积分向系统兑换了一柄长剑，名唤斩仙，本是用来自保的，到头来反而用在了我想保护的人身上。我颤抖着手指，合上了师尊的眼睛，看着他气息逐渐微弱，直至失去生机。刺杀主角，天道反噬。我七窍流血，挣扎着用最后一口气给师尊披上了一件衣物。再次睁眼，我看着眼前熟悉的雕花木窗，愣了愣。师姐恰好提着个竹篮从外头进来，声音里透着惊喜。啦啦，你醒了？这次除祟真是险恶，大师兄去给师尊送药了，等会就来看你。师姐将竹篮放在桌上，掀开上面盖着的布。尝尝我刚做的茯苓糕。我的眼珠机械般的晃动了一圈。云清风，茯苓糕，这是3年前发生的事。那时候我下山除祟误入陷阱，还是师尊将我救回来的。他因此受了重伤，早就觊觎师尊的大师兄和魔族趁机在他的药中掺了毒，能让人真气散尽，变成不折不扣的废人。这是这篇花式文的开始，也是师尊数年噩梦的开端。他们将这朵高岭之花拽下泥潭，肆意玩弄侮辱。我至今还记得师尊额上那个刺目的奴字，是对他极致的羞辱。师姐，你刚刚说大师兄去做什么了？我叔弟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捏紧了佩剑斩仙。他去给师尊送药了。你还不知道你大师兄啊，最是尊师重道，一听说师尊受了伤，马上去采了草药回来。师姐话还没说完，眼睛一眨，我已然不见了踪影。来得及吧？这一次一定来得及吧？我穿着身单衣，一剑劈开师尊寝殿的大门。师尊长身玉立，一袭白衣，干净出尘。佩剑折春安静地躺在架子上，灵气充沛，还尚未被人踩在脚底，成为一块生锈的废铁。师尊刚接过大师兄手中的药碗，听见动静，眼里有惊讶一闪而过。啦啦，只差临门一脚了，大师兄岂会罢休？他垂在身侧的拳头捏紧了，虚情假意地朝着师尊劝道：师尊，快喝药吧，
小师妹这时候来找你，说不定有急事呢。大师兄是师尊捡回来的孤儿，自小养在师尊膝下，而且数十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。即使天赋不高，修为精进太慢，师尊也一视同仁。没人能想到，这家伙狼子野心，脑子里藏着都是些龌龊的念头。不能喝。眼见师尊的唇触到了碗沿，我目眦尽裂，冲上去一掌劈翻了那碗药。溅起的碎片划破了大师兄的手腕，他满脸惊疑。小师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在里面放了点什么，自己清楚。我冷哼一声，遏制不住心底的怒火，展先对准了他的眉心。滚出去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大师兄咬牙，狼狈地从地上起来，看看师尊，又看看我，眼底厉色一闪而过。小师妹，你刚捡回一条命来，一时尚且混沌，但你也不能空口白牙污蔑我在师尊的药里下毒。师尊！大师兄突然跪倒在地，三指上举，对天发誓，我可从未做过这样丧尽天良的事。前世师尊就是被他这副模样骗过去的。大师兄跟在师尊身边多年，了解他的为人，清楚他的傲骨。于是他伙同魔修，一点一点踩在师尊身上，将他撵进了泥潭里。这还不够，他们想要高岭之花对他们摇尾乞怜，跪地成佛，从身到心都烙印上一个奴字。我失血过多，脸色苍白，还是抬起手狠狠地抽在了大师兄脸上。冠冕堂皇的话谁不会说，这药要是真的没问题，你自己为何不喝？真气汇聚起满地的液体，凝成一小团。我送到他唇边，用盏仙点了点他的要害。大师兄瞳孔震了震，他抿唇，这时候才带了点真切的哀求，看向师尊。师尊动了，他抬手附在了我执剑的手腕上。他声音清冽干净，伤口裂开了，了了。我生怕晚来一步，腰上的伤口刚止血，就强行催动真气御剑赶来。这时伤口再度开裂，有血痕渗了出来。师尊握着我的手腕，催动真气，明明自己也受了伤，可他面不改色，替我梳理着紊乱的内息。云清风上下弟子这样多，今日哪个受伤，明日哪个又生病，师尊总是毫无保留，开放自己照料了100年的灵草田，任他们自行取用。总有些贪心不足的，采了一株还想要一株。我曾提议登记名册，按月份规定每位弟子的取用量。师尊看着那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灵草田，了了，灵草没了可以再养，人要是没了，可就永远见不到了。直到师尊被那群魔族掠走，灵草田瞬间枯萎，我才意识到，哪有什么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灵草，都是这些年师尊在用自己的真气一点一点滋养。他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了整座云清风，允许人有思念，允许有人贪心，却唯独对自己苛刻。大师兄还跪在地上，他垂在身侧的手逐渐收紧，似是不甘。师尊，小师妹九死一生回来，我本不想和他争论，可他这样不依不挠，信口雌黄，叫我如何甘心？我10岁那年就被师尊捡回来了，要是没有师尊，我早已死在爹娘手中，连完整的尸骨都没有一具。我自知天分不高，没有小师妹那样聪慧，但也足够勤勉，足够用心，将云清风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小师妹这般诬陷我，叫我日后如何与师弟师妹们相处。9岁那年，大师兄被自己的爹娘卖身为奴，他偷偷从人伢子手中跑了回来，反而被打了个半死。师尊正好下山除岁路过，看见一个孩子满身是伤，躺在冰冷的雪地里等死，于是出钱将他赎了回来，叫他读书识字，习武练剑。谁曾想，师尊救回的是一条毒蛇。大师兄非但不知感恩，与魔族助纣为虐，还将师尊洁白如玉的手踩在了脚下，一根一根碾碎。他用匕首一笔一顿，在师尊额上刻下了一个血淋淋的奴字，然后撒上了一层黑烟灰，使其永远无法愈合。诬陷！我再度将药抵到他唇边，那把药喝了，我看看你今日这番狗吠有几分是真。师尊，你真信他？大师兄垂下眼眸，苦笑，人只有一颗心，天平两端如何放得稳呢？小师妹天资过人，师尊偏爱她实属正常。这要是我辛辛苦苦熬的，我喝了又有何妨？说罢，他张口将那药团吞咽了进去。我注意到，
有一缕细微的紫气从那药团中分离了出来。师尊，架子上的折春剑寒光一闪，冲着那抹紫气追去，要将他困住。门口这时却倏然传来了动静，听见破门声赶来的师兄师姐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有人误以为蛇春是朝着大师兄而去的，不知缘由，仍盲目地替大师兄求饶。师尊，不可！会做茯苓糕的师姐江令望提着裙摆赶来，匆匆拦在了大师兄面前。折春剑在他面前打了个转，刚困住的那团子气瞬间消散成烟。大师兄的眼里闪过一丝得意来。师尊，大师兄是犯了何罪？对啊，听闻师尊身体有恙，大师兄早早就起来替师尊熬药了。小师妹怎么也在这里？她的佩剑为什么对着大师兄？要不是他自不量力，非要下山除祟，师尊也不会受伤了。总不能将这气撒在大师兄头上。雾正消散，大师兄挺直腰板。左不过是小师妹怀疑我在师尊的药中下毒，我已经喝了那碗药，自证清白了。他颠倒黑白的一番话说完，众人看我的目光变了变。此事有待商榷，若是没有毒物，折春剑不会出鞘。师尊的视线扫过众人，眉心微蹙，说出事实。那是因为我在药中加了骨寒草，这草药虽有剧毒，但中和毒性之后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良药。大师兄看向挡在他面前的江令望，江师妹，你在药王谷出生，能否替我证明清白？江令望捡起一片碎片，放在鼻下闻了闻，是骨寒草无疑。他袖口还沾着茯苓膏的粉末，失望地看向我。小师妹，大师兄所作所为你都看在眼里，怎么能这样污蔑他？就是啊，其他师兄师姐们也附和道，要是江师姐没来，大师兄今日是不是惨死在同门的剑下了？有人大着胆子开口，蛇春不是天下第一剑吗？师尊这些日子是否过于操劳，剑心不稳了？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站在大师兄的背后，似乎忘记了是谁带他们回来，又是谁悉心教导他们多年的。前世也是这样，师尊被掳走凌辱后，这群师兄师姐们纷纷撇清了关系，曾经引以为傲的云清风弟子身份变成了难以启齿的耻辱。我势单力薄，想和他们联手救师尊出来，整个云清风竟无第二人愿意挺身而出。提起师尊的名讳，他们嫌恶地后退一步。要不是师尊自甘堕落，谁能抓住这天下第一人？要我说啊，师尊清冷寂寞了那么多年，找个正经道侣有何难？非要同这类魔修为伍，自轻自贱。这人一旦食髓之味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我还以为师尊是多清冷的仙人，慈服于人下，连花春楼挂牌的娼妓都不如。斩仙剑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怒意，在轻微的发颤。要一剑斩下大师兄的头颅并不难，被那群是非不分的白眼狼斥骂我也无所谓。我偏过头看了一眼身侧的师尊，没有物证在身，我只怕被师尊误解。斩仙被我强行收回，他发着铮铮的剑鸣，似有不甘。大师兄被人搀扶着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他小人得志，偏要装作一副宽容大度的模样。小师妹，谅在你也是为师尊好，我就不计较这次了。但大师兄提醒你一句，练剑在于修身养性，日后别不分青红皂白，用剑对准同门了，令人心寒。大师兄，你天分不高，剑术又差，练剑对你而言只能修身养性。我反手扣住斩仙剑柄，而我不一样，我练剑是为了有一天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，顺便揭开一些伪善者的面具，让他们无路可退，露出底下肮脏丑陋的真面目来。江令望搀扶着大师兄离开了，人潮散去，整个大殿安静了下来。我用斩仙剑支撑着自己的身体，眼前一阵黑一阵白，直到一只有力的手将我搀扶起来。师尊长发如墨，雪月似的双眸温和平静，也许是感受到我在轻微的颤抖，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。乐乐，别怕。我反手抓住他的袖子，今日未能除掉大师兄，保不齐来日他还会做些什么。这个隐患在师尊身边一天，我就始终不能安心。师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大师兄他真的有问题，他和魔修勾结，想要。后面的话我还是没能说出口，太过于污秽，我都怕脏了师尊的耳朵。云清风弟子众多，个个天赋异禀，是练武奇才，
平江也是佼佼者，不过在这群天才中成了不起眼的那个。了了，我平日疏忽了这些，让他心中有怨，是我的不是。与魔修勾结一事，我会去查证，倘若是真，师尊顿了顿，定不会放过他。我伤势未愈，在自己的院子里休息了几日。江令望每次来送药，我都会趁机打听些大师兄的动静。我知道他爱慕大师兄，每次提起大师兄，他双颊泛红，嗔怪道：老是提他做什么？对了，你那日拔剑对准了大师兄，我们都吓了一跳，有什么事好好说不行，非要舞刀弄枪的。大师兄这一出戏演得真好，云清风的弟子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师尊做事从不留名，他便大刺刺地将名头都安在了自己身上，收服了大片人心。我假笑着认错，师姐说的对，那日是我莽撞了，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向大师兄道歉。我下山除祟，曾见到一只鬼魅，她擅长用梦魇让人陷入幻境。我在幻境中看见大师兄给师尊的药里下毒，还提剑血洗了云清风，一时害怕才失控的。江令望的脸色一僵，有些鬼魅编制的幻境能预见未来，不少修士都会抓他们回去，试图窥见天机。你说的那只鬼魅是何模样？记不太清了。我摇摇头，半真半假地说，头上有2角猩红，长尾上倒刺遍布，和以往看见的鬼魅不同。江令望见多识广，他已经从我这只言片语中猜到了。他匆匆丢下竹篮离开，还不忘提醒我，此事你莫要告诉旁人。怎么可能？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勾了勾唇角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他们拥护大师兄，是因为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，仍能置身事外，隔岸观火。一旦攸关自己的性命，这情况可就不同了。果然，不出几日，云清风里流言纷纷，人人都绕着大师兄走。毕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本就有些看不顺眼他的人，蠢蠢欲动了起来。就他爱大师兄呢，说出去都怕人笑话我们云清风，比我年长10岁，修为却与我齐平。大师兄早说过自己天分不高，也只能吹吹自己足够勤勉了，连刚入门的小师妹都打不过，跪地求饶，甚是丢人。足够勤勉，他端着副好师兄的架子，整日不是这里串门那里逛逛的。他要算勤勉，在树上从早到晚鸣叫的蝉都称得上一句刻苦了。大师兄吃了好一顿白眼，还得陪着笑伪装好师兄的样子，力气健身。就在这风浪尖端，我身上的伤彻底好了。趁着晨练，我给自己敷了一层粉，让脸色看起来更为苍白。山顶上，不少弟子正在演练，大师兄坐在高台上，一个个指点过去。我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前去道歉。大师兄，之前我是被鬼魅的幻境掩住了，急火攻心，差点误伤了你。我眼里含着泪花，言辞恳切。这些天我在小院里日日反思，了知错了，还望大师兄不计前嫌。说罢，我掏出藏在袖中的寒谷草。师尊照看着的灵草田里，我找到了一株寒谷草，全当给大师兄赔罪了。寒谷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，是世所罕见的灵草。底下所有弟子都无心修炼，仰起头看向这边。大师兄的脸扭曲了一瞬，他未来会血屠师门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是谁在后头推波助澜，他心里有数，但又不敢当众对我发怒。小师妹，他故作大度，你尚且在病中，师尊又闭关了，这段时间有什么需要都和大师兄说，大师兄一定尽心竭力。多谢大师兄。我垂眸，温顺地站在了一边，直到有人耳尖抓住了话中的关键词。师尊的灵草田，那块田地不是一直由大师兄照看的吗？云清风后山的灵草田吸收天地精华，有着数不清的珍贵草药。无数人曾撞见过大师兄挽起袖子，在田地里侍弄花草，松土浇水。他们误以为这些取之不尽的灵草是大师兄照料着的，就是师尊的灵草田呀。我眨了眨眼睛，语调清晰，确保能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。师尊常年用真气哺育着那些灵草，才能让他们在云清风繁衍生长。他们这样刁钻的习性，可不是靠松土浇水能活下来的。我们采摘的每一株草药，里面都有师尊的真气在，即使他在闭关，也会用神识分出一缕来照料。对。见状，大师兄挤出一个笑容，
僵硬地重复道。是师尊一直照看着，大家之前误会了。误会。台下议论声渐起，修仙人本就慕强，他们之前大多因为这块灵草田而心甘情愿唤他一声大师兄。毕竟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受伤，不用承大师兄的恩情去采灵草呢？真相突然揭晓，有人能不甘心被蒙骗，高声道：上次我被魔修重伤，大师兄带着血醉草来看我，还说是自己养了多年的，装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模样，合着全是师尊的东西。我还以为大师兄多有能耐呢，多少门派都养不出的灵草，他一出手就是10几株。这样满嘴谎言的家伙也配当大师兄？等师尊出关，我一定将此事如实告知。大师兄一向温和的表情绷不住了，他求助般的看向人群中的江令望。他是药王谷的传人，平日里颇得弟子们信赖，只要他开口，说不定能挽回局面。然而这一次，那个始终跟在他身后，会甜甜的喊他一声大师兄的女孩后退了一步，逃避了他的视线。这么热闹，混乱中有一人踏剑而来，绝对的威压下，众人手中的兵器发出铮铮的响动来，站立不已。斩仙剑也躁动不安，在我手中不断颤动着。我咬着下唇，仰头看去，瞳孔倏然放大。是流风剑主，天下奇兵多半由他锻造，一出剑便能引得万剑齐鸣。而前世师尊手腕上的2节锁魂钉正出自他手。施玉章去哪了？流风剑主收了威压，部分倒在地上满脸涨红的弟子终于松了口气。师尊他还在闭关。闭关？流风剑主叹了口气，那他的剑呢？人去闭关了，剑总会留下。机缘巧合，我刚得到了一块千年云铁，用在折春剑上是最好不过了。师尊常年待在云清峰上，除了那些同门师兄弟，来往最多的便是流风剑主。他的佩剑折春正出自流风剑主的手笔。谁成想流风剑主也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，即使给师尊喂了能让真气散尽变成废人的毒药，他们仍心有余悸。流风剑主为此打造了2节锁魂钉，将师尊永远困在了那个昏暗的牢房中，魂魄不散，受尽屈辱。流风剑主随手点了大师兄，施玉章寝殿在哪？你带我去。他的视线掠过我，落在了我的佩剑上，眼里闪过一丝金光来。这剑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你这女娃娃年纪轻轻，竟能让这样的宝剑认主。流风剑主的手虚空一握，斩仙出鞘，朝他那飞了过去。倒是一柄好剑。我注意到他的真气源源不断地朝着斩仙输送，似乎想冲破斩仙的禁制，让他一主。然而流风剑主失败了。回剑主，这把剑名唤斩仙。斩仙？流风剑主笑得傲慢，仙人不死不灭，这剑真能斩仙？今日在场的只有一位仙人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仙人不妨自戕，试试我这把剑能否斩仙。笑话。流风剑主一拂袖走远了，大师兄跟在他身后，隐晦地朝我看了一眼。下药一事未成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，那群人按捺不住，流风剑主竟亲自出手。他想在师尊的佩剑上动手脚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那可是流风剑主，想必大家都好奇他是如何锻造名剑的吧？不如大家都跟去看看。我眼珠一转，劝台下蠢蠢欲动的弟子们，大师兄都跟着去了，我们为何不能一睹剑主神采？寝殿的大门刚修缮完，还残余着一道凛冽的剑气。流风剑主在门口端详了片刻，低声询问大师兄，是何人出的剑？回剑主，我扬声道，是我。流风剑主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身后还跟着乌泱泱一大片人，他不禁蹙起了眉。谁允许你们跟来的？大师兄刚习到剑气7段，怕是不好在旁协助剑主，云清风多的是剑修，大家也能在旁边协助1、2。流风剑主软硬不吃，他冷哼一声，我铸剑时不喜有人打扰，都退出去。弟子们面面相觑，已然有了退意。都说千年云铁是所罕见，3月后便是仙门大比了。流风剑主不将这块云铁用在自己宗门里，反而来献给师尊，想必已经稳操胜券，能一举拿下魁首了吧？一旁的江令望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别说了，小师妹，天下谁人不知，
刘封建主实力强劲，却不会教习弟子，连续几次仙门大比都成了垫底，贻笑大方。刘封建主的脸色变了，我和施玉章的情谊还用你一个小儿来智慧？情谊？我顶住威压，上前一步。多年前师尊的佩剑为救你折断，你许诺要为他锻造一把新剑。折春筑成后，你又向师尊讨要了灵草仙药。每来云清风，后山的田地便会荒芜一块，你敢说自己不是挟恩图报？一把折春剑换了一条命，还换了无数年的灵草，刘封建主这笔买卖划算得很啊！多少人不知里面的恩怨，只知道名剑折春是由刘封建主锻造的。如今乍一听说，再看刘封建主表情，多半是真的。就他这样斤斤计较、利益为重的人，会在仙门大比前这样无私地将千年云铁交出来？刘封建主不会是想在师尊的剑上做手脚吧？住口！刘封剑出鞘，直冲我命门而来。我不退不避，举起斩仙相对。就算今日断了一只手，我也不会让他碰到师尊的剑。执剑的手臂麻木，强大的真气袭来，连周围的空间都变得扭曲。我有斩仙，尚能抵挡，那些试图帮我一把的师兄师姐们都被震得连连后退。原本安静躺在架子上的蛇春颤了颤，他倏然出鞘，挑落了刘封剑。刘封剑主，你逾矩了。蛇春在空中打了个旋，亲昵地飞回了师尊身边。寝殿尽头的密室门口，师尊提前出关，目光凛冽。师尊，江令望扶着麻木了半边身躯的我，他将事情快速陈述了一遍。刘封剑主趁您闭关，想对您的佩剑动手脚，他恼羞成怒，还出手伤了小师妹。一派胡言！刘封剑主急声厉色，施玉章，我分明是带着千年云铁来帮你铸剑，你的好徒儿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出口栽赃。折春很好。师尊手一抬，折春剑飞回了剑鞘，乖顺的不像话，不需要重新锻造。他缓步走到我们面前，站在刘封剑主的对立面上。我的徒儿们也很好，不劳烦你来管教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刘封剑主脸上闪过一丝羞恼，当即转身离去。当夜，大师兄带着几名弟子也跟着下了山。据说他们下山前还妄图去后山采摘灵草，不料禁制已改，没能进去，反而撞上结界，碰了一鼻子灰。江令望又做了新的点心，他挎着个小竹篮，兴冲冲地跑来我院落。这次讲的不再是大师兄了，而是师尊如何大刀阔斧，更改就归。小师妹，仙门大比我就不去了，祝你们一帆风顺。为何不去？江令望爱热闹，以往年年都跟着。这不是大师，周平江也会去，听说他得了机缘，功力大涨，刘封剑主又赐予他一柄宝剑。我从前识人不清，现在很是后怕，怕你在鬼妹那里遇见的未来成真，他会报复到我们云清风来。血屠云清风是我凭空捏造的，在前世也未发生过。周平江不过在刘封剑主那边当了一条得力的狗，哪有这样的本事杀上云清风？要是能在这次仙门大比中碰上，我擦了擦斩仙剑，目光一凝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这次仙门大比，师尊就带了我一人过去。刘封剑主的威压让很多自命不凡的天才意识到了不足，这些日子正在抓紧练习。小师妹，师尊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啊！小师妹，拿个第一回来，打得周平江那条狗不敢乱吠。仙门大比不光是各个门派之间的较量，还是拓展人脉的好地方。师尊一出现，不少人宗主就围了上来。我红衣窄袖，安静地跟在他身后，就带了一名弟子。有位宗主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，云清风是轻敌了，还是没将仙门大比当回事啊？足够了。切！那位宗主酸掉了牙，哪个宗门不是卯足劲想争第一？施玉章，你这般自信倒是可贵。总有些莫名其妙的恶意，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又理不清思绪。路边乞食的狗，夏日里鸣叫的蝉，有人会为他们吟诗作对，也会有人在路过时唾骂一口。这些恶意本就是毫无根据的，不需要辩白，也多余解释。见师尊不理会，那位宗主自讨没趣，离开了。熙攘的人群中，似乎有一道视线一直落在我身上。我抬手挡了一下刺眼的阳光，
正好看见刘峰剑主坐在正对面，而他背后站着的是阔别3月的大师兄周平江。周平江脸上早就没挂着那虚伪的，看了让人浑身发毛的笑意了。他的长剑如流火一般，泛着诡异的红光。仙门大比正式开始。我在第2页才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和周平江并排在一起。周平江轻笑一声：“小师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小师妹了。擂台上刀剑无眼，万一不小心划伤了你这张漂亮脸，可怎么办呢？”周平江，我将斩仙收起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黄泉路上太寂寞，你下去之后，我会多找几人来陪你。他嗤笑一声走开了。每组上台时都需要签生死状，虽然有长老在一旁看着，遇到危急关头会及时出手，但难保不会有疏漏。上台前，师尊朝我一点头，尽力就行。是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周平江的命而来的。你这种人仗着有几分天赋，最是蛮横无理。周平江的剑似乎在吸收他的真气，转化成熊熊烈火。仔细听，能听见凤凰器械的哀鸣。他一步步靠近我，以为有几分聪明，便能压在旁人的头上，旁人的一切努力都变得不值一提了。今日我就让你看看，无论是多天才的人物，都会败在我的剑下。没有天赋，你周平江在千万修仙者中也是算得上中上。我拔出斩仙剑，他嗅到了凤凰的气息，兴奋地站立起来。你不知满足，要和更有天赋的人比天赋，比不过就自称勤勉，是天赋作祟，让你不能再前进一步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比你有天赋的，你追赶不上；没你有天赋的，比你勤勉。你周平江就算得什么秘宝，拿什么神剑，照样是我手下败将。凤凰也是神鸟，如今被困在这剑中，再也无法涅槃重生，只能日日燃烧神血，发出哀鸣。周平江妄图驱动它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斩仙剑光如电，划破长空。周平江惊恐地发现，手中的神剑不再听他驱使，即使耗费再多的真气，凤凰仍一动不动，安静地等着死亡。兵器相接那一瞬，凤凰神剑寸寸断裂，虚空中一只凤凰的残影飞跃而出，转瞬消散。这不可能，这是不死不灭的神鸟，你怎么可能断了我的剑？周平江目眦尽裂，他倒在地上，因为反噬吐出一口血来。斩仙剑尖在地面上划出火星，我步步逼近他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这把剑能斩仙。前世，师尊躺在破旧的草席上，洁白如玉的额上刻着一个刺目的奴字，室内昏暗杂乱，气味刺鼻，蚊蝇绕着他的伤口飞舞。一个仙人竟落得个如此下场。对方的兵刃都断了，有长老高声喊我的名字，想要我就此驻守。可我双目猩红，挑开了周平江的衣服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在他胸膛上一笔一笔刻下了一个奴来。你还记得吗？周平江，倘若那日师尊没将你从雪地里捡回来，你的下场是什么？你是会被自己的爹娘捡回去毒打，还是再次被卖为奴隶，过着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日子？台下的刘峰剑主按捺不住，他出手，一道剑气向我袭来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施玉章，你的弟子这般目中无人，我替你教训教训。折春出鞘，挡了这一击杀招。擂台之上，刀剑无眼。师尊狭长的睫毛洒下一片阴影，这句话是令徒说过的。你们师徒蛇鼠一窝，赢得也不光彩。刘峰剑主，你们囚禁上古神鸟是光彩，你擅自出手扰乱比试是光彩，偏偏我们赢了就不光彩。师尊的眼眸很漂亮，像高悬于天际的皓月，熠熠生辉。就是有人阴暗偏执，见不得美好事物都存在。场外那些话我恍若未闻，锋利的剑尖离周平江不足1寸。他这时候才知道害怕，痛哭流涕求饶的模样滑稽可笑。我不杀你。我将剑从周平江的眉心挪开，缓缓下滑，掠过血淋淋的胸膛，放在了丹田处，然后一剑刺入，捣碎了那些筋脉。周平江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，两眼发白，软软倒在了地上。诸位，周平江盗取灵药，欺师灭祖，死不足惜。若是没有师尊，他活不过10岁。今日我替师尊废他灵根，以儆校友。刀没扎在自己身上，永远感受不到疼。
负责守擂台的大长老蹙眉，云清风对战刘封剑宗，云清风胜。他看着我摇了摇头，剑是把宝剑，只可惜落在了你这样的人身上。斩仙剑认了为主，就是看中他品行端正，大长老年纪大了，难免眼拙。师尊走上擂台，站在我身前。周平江判出师门后，我在他小院的树下发现了个装着醉骨草粉末的纸包。含骨草和醉骨草本是同根生，药性相差却极大，使用后真气散尽，会变成不折不扣的废人。按仙门律法，欺师灭祖之人将被处以极刑。趴在地上，周平江凭空生出了点勇气，伸出手来要够师尊的衣角。他七窍流血，形态丑陋。9岁那年的雪地，他浑身脏污，比起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可师尊仍停下脚步，将一件挡风的披风盖在他身上，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。这一次，师尊连一个眼神都没有施舍给他。师尊，他的喉咙里嘶哑地喊出这个称呼。只不过这些年初心更改，妒意横生。9岁那年的雪下得越发厚了，等周平江发觉时，整个人已经被彻底掩埋，再也看不见仙人踏月而来。仙门大比尚未结束，我和师尊提前踏上了回去的路。周平江交由我们处置，山脚下正好有人在买卖奴隶，我以1个铜板的价格将他送了进去。直至这时，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周平江无法再掀起风浪，那些只敢在暗处使坏的魔修，岂敢轻易上门？除非他们想以身试剑，看看师尊的折春和我的斩仙有何等威力。走吧。师尊抬手摘落了我头上不知何时沾上的花瓣，回家。我瞳孔轻颤，那些日日折磨着我的噩梦如同一缕青烟般散去了。师尊白衣胜雪，不染半分尘埃。师玉章，刘封剑主大喝一声，他不知从何处出现，身侧悬着数十把宝剑，拦在了我们面前。你们走可以，把蛇春留下。这把剑当年是我亲手锻造的，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。如今撕破了脸皮，他也不要半点颜面，恬不知耻地来讨要。这个位置离云清风也不远了，我瞥向一旁的树梢，上面停留着一只灰色的鸟雀，红色的眼珠无机质地转动了一圈。那是傀儡鸟，由某位师兄亲手制成。傀儡的眼就是他的眼。我不着痕迹地挪开了眼神，重新看向刘封剑主。当年师尊为救你断了佩剑，你是为了报恩才赠予他折春。刘封剑主莫不是年岁上来了，记性变差了？蛇春已然有了剑灵，他噌一声从剑鞘中飞出，立在了师尊身侧。笑话，你口说无凭，当日之事可有人证？刘封剑主眼里闪过一丝狠辣，死死盯着蛇春。我铸剑多年，天下名剑皆出自我手，折春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本该留在我身边。施玉章，你借用了这么多年，也应当还给我了吧？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还真不信天底下会有这般无耻之徒。铃铛声清脆，江令望带着大批的云清风弟子们浩浩荡荡下了山。傀儡鸟高悬在上空，时不时发出一声鸣叫。亏我之前还把刘封剑主当榜样呢，合着与剑为伍多年，人都变贱了。这老不死的东西，小师妹，快打他！还想要回折春剑？先把你肚子里云清风的灵草都吐出来，再把命还给师尊。师兄师姐们，你一言我一句，坚定地站在了我和师尊身后。刘封剑主脸色发青，你们云清风蛇鼠一窝，要是我今日死在围攻之下，怕是世人都会鄙弃你们。不用围攻，我上前一步，我的斩仙剑除过鬼魅邪祟，伤过欺师灭祖之徒，唯独没斩过仙人。刘封剑主不如以身试剑。手腕被抓住，师尊朝下握住了剑柄。我来。有风吹过，带动了师尊的几缕长发，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。斩仙乖顺地被他握在手中，所有人都屏息看着。师尊一步步上前。施玉章，你是不是后悔当初救我了？刘封剑主笑容诡异，后悔也没用，你自己识人不清，总不能怪在我头上。我看见他手心一翻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，那是前世穿透了师尊的手腕，将他死死钉在地上的锁魂钉。师尊，小心！身侧的数十把宝剑不过是耳，刘封剑主真正的后招在这里。那边武器相接，
两人缠斗起来。我心一横，握住了折春的剑柄。明剑都认主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反噬。蛇春发出微弱的抗议声，但仍有我的真气灌输，刺向了刘封剑主的手腕。数十把神兵应声断裂，蛇春斩断了刘封剑主的手腕，而他的心口被斩仙彻底贯穿。千里之外，属于刘封剑主的那盏魂灯倏然熄灭，仙人陨落，身体消散，魂魄被抽离。刘封剑主面容狰狞扭曲，两节锁魂钉从他袖中坠落，化为一缕紫烟。师玉章，师尊拔出了斩仙剑，表情淡漠，人性莫测。我不后悔救你，只可惜在你挟恩图报、欲壑难填时，没能早点了结你。亲眼看见师尊出手，云清风众人不可谓不兴奋。他们遇见跟在师尊身后，还在谈论着刚刚那场交战。小师妹那把剑居然真能斩仙，这么轻易让刘封老狗死了，真是太便宜他了。好久没看见师尊出手了，打得刘封剑主是毫无还手之力啊！师尊如今是什么境界了？出手快到我都看不清。回去之后我定要好好练剑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师尊那样厉害。师尊，我跟在他身侧，没忍住偏过头问他，师尊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刘封剑主藏有后手？看见锁魂钉的那一刹，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思绪混乱，想都没想就抓着蛇春冲了上去。事后细细想来，那时师尊并未将重心放在刘封剑主的剑上。数月前，你下山除祟，遇见了一只鬼魅。师尊的声音平静而温柔，在他编织的梦魇里，我窥见了天机。我看见折春剑断，自己被刘封剑主的两节锁魂钉钉在地上，衣衫不整，浑身脏污。我的眼睛布上了一层阴翳，视物模糊，身上无数道伤口已经化脓，有纹银盘旋。我那么脏，却有一个姑娘将锁魂钉斩断，给我披上外袍，留我尊严。我始终看不清那人的面容，但我看清了他手中握着的剑，刃如秋霜，下可除祟，上能斩仙。想当初师尊那样，我伸出手勾住了他的衣角。我仰起脸来看他，缓缓摇了摇头。不脏，师尊白衣胜雪，始终如皓月高悬，永世不坠。就像我当年在花市被封面上的诗玉章击中。我想，这样的高岭之花就该永远在神坛上，不染尘埃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